喂，你好。好，知道了，马上到。接到报案，江边发现尸体，走。哎，麻烦能退后一下啊，配合一下好吗？麻烦往后退一点啊。哪知道那么吓人呢？你说这大白天的能看到人在飘在上面。情况怎么样？真可怜，孩子挺小的。家属都来了，已经到了。小清华，你认识他？他是我在医院做义工的时候接触的第一个病人。我还记得3年前他刚刚做完脑瘤手术醒来。甜吗？是不是很甜？安然，这个案子你可以选择回避。不，我想亲自参与尸检。除手术创口外，颅骨未见明显损伤，球睑结合膜可见出血点，口腔黏膜未见损伤，颈部皮肤未见损伤出血，指甲呈紫青色，窒息特征明显，可以排除外力带来的机械性窒息死亡。口鼻腔见蕈状泡沫，指尖有水草样物，是典型的死前溺死症状。死者手中的水草与江边的形态一致。死者是附近老船厂看守的儿子吴清华。吴清华和他父母平时就住在船厂里，有时候去河对岸来买东西、钓钓鱼。从小在江边长大的孩子水性应该很好，怎么可能会溺水啊？这也是我们觉得奇怪的地方。你好，我们可以去小清华住的地方看一下吗？我想留这儿陪着儿子。小清华是一个晚期癌症患者。抱歉啊，打扰了。没关系，孩子都没了，打不打扰还有什么用啊？您是什么时候发现您的孩子不见的？早上起来尿急，我醒来的时候就发现不见了，我以为他去厕所了呢，结果等了半天也没回来，然后我们就沿着江边找，也没找到。那您是什么时候发现孩子的尸体的？太阳快升起来那会儿吧，我们找累了，说要不先回船屋看看，万一孩子自己回来了。结果我们回来一看，小清华，儿子，小清华，儿子。就在这时候，我们发现江边上飘着一个人，那件衣服是我们俩前2天刚给他买的，他那天第一次上身。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发现孩子的位置吗？
看这里。我怀疑这不是一起单纯的意外事件。从肩膀上的伤痕形状和手中的竹刺来看，凶手使用的作案工具很有可能是竹竿之类的物品。但是现场没有发现竹竿，江边也没有。小清华手掌的破口处已经没有明显的生活反应，这就说明竹刺刺入小清华手掌的时候，他已经几乎接近死亡了。凶手用竹竿抵住了小清华，防止他逃出水面。同时，竹竿在小清华的肩膀凹陷处留下了圆形的痕迹。这个时候，小清华挣扎抓住了竹竿，竹刺刺入了他的手掌，给我们留下了有效的证据。我们现在要找到这根竹竿来证明我们的推断。就这儿。这个位置离船厂已经很远了，一个小孩出来上厕所，不可能独自走这么远。哎，小清华平时爱来江边玩吗？不玩，身体不好，我们晚上都不让他出来。那平时来老船厂的人多吗？基本上没什么人来。林涛，我过去见。需要把尸体送回去。我们怀疑这不是意外，还要做进一步尸检。是他杀？你们在附近排查一下，看没有竹竿之类的物品，很有可能是凶手的作案工具。好。黄欢，彪哥到了吗？通知了，在路上了。我们需要人手的。警官，要把我儿子给运哪儿去？哎，吴哥，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安然。安医生，安医生，我们家小清华没了，安医生。安医生，小清华活着的时候一直念叨您，说想您，让我们带他去看您。可是没想到啊，对了，尚安大夫，要把我儿子给运哪儿去？我们现在怀疑小清华的死不是意外，所以我们把尸体运回去做进一步尸检。这怎么能不是意外呢？不是意外是什么呀？我们家小清华这么乖，全院的医护人员都喜欢他，谁忍心下这个手啊？啊！凶手再狡猾，也会天网恢恢，这个您不用担心。小清华呀！如果小清华还在的话，他肯定也不希望看见你这么难过。小清华病得很重，但他特别懂事儿。他在医院里待了3年，医院里每一个人都认识他，每一天都笑嘻嘻的，乐观又阳光。我记得有一次，他刚做完手术，眼泪啊，疼得一直在眼睛里打转，但就是不喊疼。他妈妈心疼他，一直在哭。反倒是他反过来安慰他妈妈：“不要怕，妈妈，我不怕死。”他说：“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一定陪爸爸妈妈久一点。”孩子太让人心疼了。湖南会使人成长和成熟，哪怕他是个小孩。吴清华，今年8岁，龙帆市第1人民医院脑外科脑癌患者。5岁的时候做过肿瘤切换手术，今年复发。前不久刚刚做了第1次的化疗，之后呢，在家休养，准备做第2次的治疗。今天早上7点，他的父母在江边发现了他的尸体。由于这个老船厂啊废弃了很多年了，江岸这一侧相对来说比较荒凉，唯一的有几个监控都在道路的另一侧，没什么线索。社会关系呢？
近3年，小清华一直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除了自己的父母之外，接触到的人也就是一些医护人员和病友。那这线索就很少啊。林涛，哎，你去趟医院，做一个补充走访。 姐姐，你还会再来看我吗？我会呀。小清华的死亡时间是今天凌晨2点左右。我们准备开炉吧。 小清华患脑瘤的情况比较复杂，但可以排除脑瘤破裂死亡的可能性。你知道小清华的主治医生是谁吗？龙帆市医院脑外科主任江岸。怎么了？小清华的脑瘤会跟这个案件有关系吗？小清华的身体情况、预期寿命，他身上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侦查方向和线索。行，那我去一下脑外科吧。 小清华真的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孩子，他那么顽强，和死神搏斗了那么多年，最终却死于人祸。找到那根竹竿了吗？还没有。扩大搜索范围，不要漏掉任何的疑点。收到了。 大夫，我们2人都需要采血吗？是需要。走吧，媳妇儿，咱先回家吧。啊，儿子还在里面。 我儿子家里空荡荡的，我不敢回。我现在一闭上眼睛，是儿子在看着我。 吴哥，吴嫂，你俩怎么还在这儿？这都熬1天了，你们肯定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哎，媳妇儿，咱回去吧。要相信安法医和警察同志，别给他们添麻烦了啊！早点休息啊，嫂子。麻烦您了。 小清华很瘦，而且胳膊上有很多针孔。这些针孔呢，都很大，应该是滞留针所留下来的。还有，他的口腔黏膜有溃疡的症状，我觉得应该是化疗的副作用。总而言之呢，小清华生前，他的身体情况非常差。一个身体虚弱、和绝症对抗了3年的孩子。 你把他扔到水里，大概率都会死。为什么凶手要这么对他呢？我推测有2种可能：第一，凶手想要杀了他，但是又不忍心看他痛苦；
所以是想加快他的死亡速度。第二种是凶手想要亲手把小清华摁死在水里。这种情况能够充分说明，凶手是怀着极强的恨意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会对一个8岁的孩子做这样的事儿？只要凶手去过现场，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你看看，你看，我孩子前2天还好好的，这2天又不行了。你还说不是你的问题，那是谁的问题啊？别激动啊，别激动，是这样的啊，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按照医嘱，千万不能给病人停药。你们怎么给病人把药停了？在外面还找了一个这偏方。你的药太贵了，我们吃不起啊！那个卖药的他说跟你的药是一样的呀，是不是？你以为我们没在你这里买药，你赚不到钱你就不管了你？使用偏方的是我们不对，但是现在孩子就那么危急，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你把孩子推出到医院外，那就宣布死刑了呀！我求求你，求求你救救孩子行不行？二位先冷静啊，先冷静。现在孩子这种状况非常复杂，如果进到医院里乱用药的话，反而出现问题了就。相信医生的，让他回家好好静养，这是对他好。哎，医生，我错了，医生，我不给他停药了，医生，再贵半天我也给他吃，但是求求你，我求求你，你别不管，救救孩子吧！江岸呢是医院脑外主任，学科的带头人，他手上有不少项目都是针对儿童脑瘤进行的研究。他其实是一个在专业领域上非常有地位的人。我以前实习的时候跟他接触过，只要不涉及学术，其实我觉得他脾气挺好，应该很好沟通。怎么办呀？好心疼江医生啊，这一天把他累成那样了。我看他是心烦，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孩子抚养权的事情给闹的，把自己折腾得心力交瘁的。就是，有一天深更半夜的，在楼道里碰到江医生，脸色憔悴，吓了我一跳。哎，是谁在那？我们医院下班了。我是江岸。啊，是江医生啊，您早点回去休息啊。江医生你好，我们是市刑警队的。警察同志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们这次来找您呢，就是想了解一下您的病人小清华的情况。哦，请坐，请坐啊。小清华他怎么样了？很遗憾，他去世了。啊？哦，是家属指向了医疗事故是吗？啊，跟医疗事故无关。那是什么？他杀？意外？江医生，我们今天来找您呢，就是想了解更多关于小清华病情的情况。这个孩子吧，得的是一种非常罕见的侧脑式的脑膜瘤。这种病只要一确诊了，手术切除是唯一的治疗方法，而且手术风险非常大，没有人知道结果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手术的费用极高。小清华的家庭不好，全家人都在外面筹钱，我们院方呢也是在尽力的减免他们的费用，但是结果非常不尽人意，所以这个孩子一直在保守治疗之中。那在医院的时候，小清华或者他的父母有没有和医院里的别人发生过什么矛盾或者冲突？没有。怎么？你们怀疑小清华的死是跟医院里的人有关系？我们警察办案呢是讲证据，不是靠怀疑。那倒对。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你们刚才也看到了，这个楼道里面还有很多的病人在等着我呢。如果你们想再向我询问其他事情的话，请提前预约，我给你们留时间，好吧？请。再见。再见。这个江医生现在是不是有点古怪啊？我记得他以前对人很友善，对病人也负责任，
他照顾了小清华这么多年，按理来说，小清华应该是他感情最深的病患。可当他听到小清华死了之后，第一反应居然不是悲伤，而是问是不是他杀。那是什么？他杀？意外？他把概率最小的他杀放在了前面。有问题，走回去。你们干什么的？找谁呀？警察，江医生呢？哦，他刚才请假出去了。哎呀，他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总请假。我这一个星期都替他顶3次班的。哎，来了，江医生。小清华的事情我听说了，来看看你们来。哦，江医生，您往里请。哎。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我也不知道，得给江医生现在把凳子坐下。哎，好，我坐下。警察来了，看了尸体，说怀疑是谋杀，然后就把孩子给拖走了。您说这怎么可能呢？图什么呀？我要真知道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都恨不得替我儿子去死。那这么长一段时间里面，你们就没有发现一些异常吗？警察总会帮你们去回想一些其他的事情吧？回忆了，他问我们有没有仇人。您说就我们俩都本本分分过日子的人，我们哪来的仇人呢？我们跟人平时连纠纷都没有。那图财害命嘛，这就更不可能了。您知道，这些年为了给小清华看病，我们家现在穷的是一无所有了。哎，那也就是说，你们也没什么线索是吗？没线索，哪有什么线索呀？哎，您这么一说，倒提醒我，1个多礼拜之前吧，小清华在医院跟我说，他总感觉后边有人偷偷跟着他，弄得他后背发凉。您说这算不算线索呀？这个你跟警察说了吗？没有，这是您来，我这才刚想起来。我应该给林警官他们打个电话说一声。别，老吴，坐，老吴，你别着急啊。我要跟你说，有的时候小孩子说的话，这不能信。那万一指错了这个探案的方向，那就出大事了，对不对啊？人死呢不能复生，这种调查线索的事情，咱们就交给警察去做。你们2口子就好好的在家待着，等警察的答案出来。我说的对不对啊？对，我给您倒杯水。是，江医生，您说的对，别再给警察同志们添麻烦了。没错。下午呢，我还有个手术，我就先回去了。你喝杯水再走呗。不了啊！这样，以后呢，我有时间就会来常看你们来，啊。以后你们2口子有什么事儿，随时跟我说。谢谢您，江医生。那我走了。江医生，慢走啊！好，别送了。江医生对小清华的态度怎么样？江医生对每个病患都很关心啊，尤其是小清华这样的重症患者。求求你，我不想治病了。好，小清华，你是男子汉，一定要坚强啊！医生在这儿呢，会把你的病治好的，一定要坚强啊！这么小的孩子遭这么大罪啊，看着怪可怜的。是啊，成年人也遭受不了这么大的罪，这一撑还3年。如果他是我的孩子，我绝对不会让他受这苦的。我会选择让他舒舒服服的度完自己最后的日子，开开心心的离开这个世界。这么说的话，江医生其实并不推荐小清华父母继续治疗。但选择权最终还是在家长。所以他的父母还是选择了继续治疗。
是的。那江医生对他父母这样的做法是什么样的态度？江医生之前问过我们，给病人治病究竟是尊重家属的意愿更重要，还是尊重病人的意愿更重要？如果治疗变成苟延残喘，变成一种对病人人格和尊严的折磨，那我们当医生的这一切努力还有意义吗？登记呢？我们扩大了搜寻范围，在江边的树林里找到了这些，不知道对案情有没有帮助。蝴蝶结发卡，还挺心动。师傅，外环路。师傅，帮我把窗户开一下，给我透透气。谢谢啊。这个人呢，就是小清华的主治医生，叫江岸。我们今天对他进行了走访，可结束之后呢，他立刻就与医院请假消失了，监控没有拍下他的行程，他的手机也关机了，并且没有回到家中。这个江岸啊，在1周前开始频繁请假，行踪诡秘，没人知道他在忙什么，而且他还低价出售了自己的私家车，把自己的存款全部都提现了。那要这么看的话，这人是有点问题。如果他要是嫌疑人的话，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呢？他其实向他的实习生透露过，他觉得孩子治病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他难道以为他自己是侠盗罗宾逊吗？不想让小清华继续忍受病痛，所以自以为是的替病人做出了生命的选择。我跟你说，这人没准是个疯子，在背后搞什么害人的医学实验，把小清华当作实验品，结果出了岔子，把人杀了呗。行了，你这脑洞开的已经够大了。林涛，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少看那些脱离现实题材的影视剧行不行？行了，请他回来配合调查。来这边。今天下午他是几点离开医院的？是步行还是开车呀？大概是下午2点钟左右，步行离开的。你刚才是在笑吗？还
还是我眼花了？你眼花了？我就说嘛，你哪会笑啊？肯定是我盯监控盯久眼花了。你那边进展怎么样？刚完成汇总，要找到线索还需要点时间，不跟你们多说了啊。给你们带的蛋糕放这儿了。虽然秦明你这个臭小子今天开会又怼我了，但我觉得吧，你说的对，应该是我想多了。走了。唉，我已经把江岸身边的同事、朋友电话都打通，没有人能联系得上他。他妻子现在人在美国，也联系不上，这怎么办呢？没关系，你累了吧？要不先回去休息吧。我没事儿。你那边还有多久？我快了。尸检报告不都做完了吗？你还在做什么呀？我把小清华的血液送到了省厅，看看除了治疗药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化学成分。如果幸运的话，今天晚上就可以得到消息了。你还真相信林涛的鬼话？虽然概率极低，听着也挺荒谬的，但万一愚者千虑，偶有一中呢？那你刚才怎么不告诉他？他要是知道你听取了他的意见，并且呢认真求证了，他一定会超级高兴。我是在等这份报告，这样才能心安理得吃他的蛋糕啊！太好吃了，果然贵的蛋糕就是不一样了。不是你这合适吗？深夜复读啊？这有什么不好的？生活已经这么难了，要是再上位的话，那才不好吧？你也尝尝，这蛋糕真的很好吃。安然，你要是累了，就先回去吧。资料做完了。已经发给李队了。怎么了？哎，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后悔做法医吗？不后悔。就算看过这么多善恶，看过这么多残酷的真相，你也不后悔？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啊？我不知道，可能是小清华的事情让我觉得特别无力。我可以尽可能的把尸体缝合的干净整洁，但是他们曾经都是活生生的人啊。我觉得不管我再怎么努力，好像都没有办法抹掉他们生前的痛苦。但如果不是因为你，陈美娟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她女儿这么记挂她。
死者呢虽然已经离去，但基督的感情不会消失。读诗对语，我们呢是让这些情感不会落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再说了，让罪犯得到制裁，才是对死者最好的告慰。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为小清华讨回公道的。谢谢你啊，安然。其实我觉得，你真的挺棒的。怎么突然会夸我啦？哎，你以后多夸夸我吧，你天天夸我。省厅那边回消息了，我们去跟李队汇报吧。啊。哎。什么时候来的？吓死我！来之前可不可以吱一声啊？从你打呼噜开始，我就已经到这儿了。你要是累了的话，就先回去休息吧。天快亮了，这边我来盯着。那怎么行啊？咱俩好不容易待在一块儿过夜的，这可是加深感情的绝好时机啊！我告诉你啊，这不叫过夜，这叫执行公务。注意你的用词。哎，是这个人吗？应该是。监控里的人的鼻骨曲线和江岸相匹配，应该就是他。看啊，他先是从医院的小路进入船厂，然后又从船厂的另一头离开，所以我们一开始调查医院的出入口就没找到他。但他为什么要去船厂啊？难道是为了去找小清华的父母打探消息？有这个可能。继续追踪这辆车的路线，辛苦了。好。找到了，他最后的落脚点是南城区鼓楼1巷的一家小旅馆，我现在就把位置发给你们。林涛，我们走。好。秦明呢？秦明和林涛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所以一块出去了。怎么了？我们也找到新的线索了。我们在江边找到了3组新鲜的脚印，一组是成人留下的，一组是2个小孩一起奔跑的。怎么能判定是一起奔跑而不是分开呢？因为这脚印是平行的，相互没有踩踏的痕迹。江边的草丛很荒凉，看起来挺吓人的，一般小孩是不会去那里玩的。对的。我认为这组小孩的脚印肯定有死者的，但不只是死者。你看这个足迹啊，它的鞋底呢是一个小熊的图案，应该是双女鞋，而且尺码跟小清华的也不一样。我们通过足迹推测出这个小女孩的相关信息。身高1.35米，体重26公斤，这个身高和体重年龄大概8到9岁。你们是觉得这个脚印跟小清华的案子有关系？是的。我们在这个小女孩的脚印里发现了藻类残留物，和小清华身上的一样吗？没错，而且部分脚印显示，这个小女孩曾被拖拽过。也就是说，除了小清华以外，这个案子很有可能还有另一个小受害者。你们看这个脚印，很蹊跷，很像是一个成年人加上一个小孩的体重后留下的成人脚印印记。这条巷子里面窄，车开不进去，我们走进去吧。
指挥中心的人说，他应该没有移动过，所以可能还没有离开这条巷子。江岸，站住！哎。 神经病啊！牵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明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 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结，爱怎么会无解？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力？ 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 doing fine. And the cruel truth,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or you to move on, gotta leave me here behind with these memories, memories, golden like a treasury. Wish that we could blow a time out like a referee, but we can't. I know we had a plan,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forever, but in the end. But in the end,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举止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公式，回忆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当地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结，我怎么能冷漠？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 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力换悼念？
喂。好。队里的电话吗？说什么？要我们立刻归队做汇报。算了，江医生的情况，医院会通知我们。先回去吧。两位辛苦了，怎么样啊？李队怎么说啊？让我先冷静一下。真的太打击人了，简直是重锤暴击。在追捕江岸的过程中发生了车祸，虽然我们没有法律责任，但队里觉得是我们前期准备不充分，造成了非常不好的社会影响，所以队里决定暂时让我们停职思过，会对我们的行动进行调查，再做结论。别说那么多了，走吧，请你们吃饭去，就当给你们送送行了。万一停职变成开除呢？不会吧？菜齐啦！怎么？今天我做的饭菜不可口啊？不是，老张，他们俩自己有心事儿，和你没关系。那个，你们慢用，有事叫我，我上去一趟。好嘞。没想到啊，我们一对黄金搭档，终于沦落成一对苦命鸳鸯。哎呀，比喻嘛，用不着那么紧张。我呢，是真的气懵了。难道专人还要提前广播通知吗？还要提醒车辆来往注意吗？这谁知道这个江岸体力差，脑子又不好使，跑不过别人，直接往网上钻。这下倒好，人往医院躺，锅我俩自己背。大不了本少爷不干了，我爸巴不得让我回去继承他的家产。哎，我还真的应该回去当我的富二代，在这又受罪又受气的，谁不委屈啊？是吧，前面？根据江岸那天在现场的表现，其实我们应该能够提前判断出那样情况的发生。我们应该先稳定嫌疑人的情绪，防止节外的事情发生。万一那天伤及了穿梭的车辆和无辜的市民，那后果更不堪设想。听你们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错全在自己了。这当警察可太难了，搞得我真想辞职了。你们找江岸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帮小清华找到杀人凶手？如果江岸是凶手，你们是要帮小清华讨回公道。那如果他不是呢？除了要继续找凶手之外，你们还要帮江岸洗脱嫌疑。等他醒来之后，可以正大光明的做人当医生。现在就是个烂摊子，大家好好收拾一下就行了，垂头丧气的干什么？说得好，我这就回警局，在这做功课。哟，都到了，太好了，我真打算亲自去接呢。老张，先把人带往办公室去。哎，跟我来吧。林涛，我知道你在盘算什么，但这个案子从现在开始你不可以再参与了，明白吗？忙去吧。李队，江岸的事我是有责任的，但是我不想逃避了，我必须要追查下去。如果他是凶手，我就要找出证据；如果他不是凶手，我就要还他个清白，然后继续追查下去。这就是我一个普通刑警的自白。打扫卫生不许说话。黄焕啊，忽然觉得口渴呀，想喝咖啡，
哦，我来。哎，齐明，还是我来吧，这平常都是我做的。啊，没事，我来吧。你就让他干吧，他要再不干这个活儿，他真不知道该干什么。好，谢谢。时间差不多了，我去其他地方再看看。哎，刑侦那边的活林涛都干了，你要抢他活啊？喂，耳朵不好。警察同志，是不是我们家小清华的案子有进展了？您快告诉我是谁害了他？是这样子，我们通过监控录像发现呢，小清华的主治医生江岸在离开医院之后到过船厂，就想问一下，他有去找过你们吗？江医生，对，江医生来找过我们，他来问了我们几个问题，然后就走了。不是这怎么了？江医生除了问关于小清华案件的问题，他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吗？江医生没什么反常的呀，他来其实主要就是慰问我们一下，对小清华的死，他也感到很痛心。哎，你们就从来没有怀疑过他？怀疑江医生？不可能是江医生，你们千万别抓错了，他是好人。请进。喝水吗？我过来收拾一下。今天打扫卫生挺积极啊。李队，江岸的手术结束了，但人还有危险，还在 ICU。我知道了，谢谢，先出去吧。不是，警察同志，江医生怎么去 ICU 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江医生出了个车祸，目前正在抢救中。不是，江医生出车祸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哎，你们要不要好好回忆一下，是不是什么细节漏掉了？细节。行了，别扫了，什么都没有，扫什么呀？现在队里的刑侦方向是什么呀？还能是什么啊？目前江岸嫌疑最大，当然是调查他的作案动机了。我得出去一趟。叫什么？我也去。你不是要回去继承家产吗？那瞎抱怨两句，你还真当真了？工作还是好好做的。再说了。那少了我，你就少了左膀右臂，你能行吗？也是，少了你，谁当司机？哎，你就把我当司机啊你！你们俩是不是太不把领导的话当回事儿了？旁听也就算了，现在怎么要私自调查吗？十一表姐，你说这话就奇怪了啊！让我们别逃避的是你，现在说风凉话的也是你，那我们怎么办？你们以什么样的身份去调查别人？干嘛？干嘛？我们要去江岸家找线索，可我们没有调查权限啊。不过你有。按照职权关系的话，你应该是我领导吧？你是想让我带着你们俩去？亲爱的安发一，美丽与聪慧并存的十一表姐，你就带我俩去吧。给我们个将功补过、逆风翻盘的机会，求你了。那说好了，那可得按我的方式来，不准做规则以外的事儿。逼动完了吗？走吧。
唔該，我哋要入去。呢度咧非登記用戶咧唔入得噶，麻煩就丟個頭。我哋係警察。警官，麻煩你出示下警官證。等等先啊。徐表姐。警官你好，那前面这2位麻烦也出示一下。没带，没带，没带。那警官，他们2个是警察吗？快点啊！态度好点。求你了，徐表姐，快点，快点吧。他们是。明白，没有带警察证的警察，完全理解。人经常很容易忘记带东西，我也是。明白，不用介意啊。我们赶时间。好的，现在就马上放啊。唔該啊。再見。哎，你们看，江医生书柜上的书籍还有医学资料都按照颜色、大小分类的整整齐齐，这说明他应该是一个很偏执，甚至有些强迫症的人。什么强迫症？你看这外卖，堆得乱七八糟的，收也不收拾，这像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人干的事儿。这就说明最近有什么意外的事件正在烦恼着江医生，才会让他做出这样反常的举动。哎，你们在水库山上发现的女童鞋印是多少码？32码。32。这么乱啊！看来走得挺仓促嘛。看这个发夹，和在树林里找到的一模一样。你的意思是江岸的女儿也掉到过河里？绝对有可能。哎，李队，啊，秦明和林涛那边有新发现。怎么了？这个江岸吧，有一个女儿叫江梦蕾。就他前妻说，他有1周都没有跟他女儿视频了，而且我们发现这孩子1周都没有去上学了，也没有在任何亲属家，所以我们觉得他失踪了。给我站起来！没你事儿。我听说你在接受处分期间又跑去当英雄了，你是嫌处分太轻了是不是？曲盖爷。叫什么？李队。能不能别当面骂我，在手机上随便骂？李队，林涛和秦明这次可能要戴罪立功了。结果出来了，江梦蕾的鞋码和在水库留下鞋印的鞋码是一样的。我们对比了江梦蕾的体检报告，发现她的身高和体重完全符合我们在水库后山找到的鞋印推算出来的数据。我们在江医生家找到江梦蕾的鞋子，从鞋底的磨损程度来看，江梦蕾走路成败八字，这与现场的足迹完全吻合。小清华死的那天和他在一起的孩子很有可能就是江梦蕾。所以江梦蕾留下了鞋印，还在江边丢了发卡。不过她女儿失踪和小清华遇害有什么关系呢？她不会丧心病狂到连自己女儿都杀的吧？江梦蕾失踪后，江岸取出了他所有存款，还卖掉了自己的车，把这些现金呢随身携带。而且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还带着一部只能打电话和发短信的手机。通过这些，你们能想到什么？绑架、赎金，有这个可能，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线索查下去的。我就说嘛，这人怎么那么笨呢？这自己孩子被绑架了，还不赶紧报警，整那么多事儿出来。许多受害者家属都会犯这样的错误，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秦总，是。那就表姨，
哎，这个日期怎么是昨天下午的？那为什么让我们停止啊？十一表姐，原来你早知道了，你们故意整我呢？警局怎么会拖拉这种事情？肯定在第一时间就开会做出了分析，给出了判断。你呀，就得给你点教训，要不然你得上天。这就叫挫折教育，明白吗？我才没受挫。哎呀，真的不知道是谁，哭着闹着说要回去继承家产。他要回家继承家产了。哦，那这个你不需要了，给我。哎，家产是家产，我说话。吸取教训，干活。是，就表演。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啊？就虽然没有违纪，但是办事不力也是有的吧？你不会真的生气了吧？你今天说的是对的，江岸现在在医院的 ICU， 如果江梦蕾真的被绑架了，能救她的只有我们。是谁在那？是谁在那边啊？我是江岸。啊，是江医生啊，您早点回去休息啊。喂，我女儿呢？我2天都没听到她声音了，让她跟我说话。哎，乖女儿，乖女儿，哎，爸爸在呢啊，爸爸在这儿呢，不害怕啊啊，爸爸很快就去接你啊啊，乖女儿，不，喂。江岸的女儿失踪了，所以他这1周会这么的反常和暴躁。他要救女儿，还要凑赎金，还要瞒着在国外的妻子。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他女儿让人绑架了，他不报警，他跑什么？江岸和妻子离婚了，目前正在就孩子的抚养权展开拉锯战。孩子暂时由江岸监护着，可他妻子却一心想把自己女儿带到美国。可这事儿江岸就不肯了呀，所以江岸就把孩子藏着，不让他妻子见。他妻子还因此报过警。如果让他妻子知道孩子在江岸的监护下被人绑架了，他妻子一定会以此为由夺回监护权。所以江岸才不愿意把孩子失踪的事情告诉警方，以免惊动他妻子。要我说，这些高知分子书都读哪儿去了？做点啥事儿都左思右想。我认为他是觉得这件事情他可以自己解决，同时这也是他能想到最好的办法。哦，对了，技术科的同事把手机修好了，里面的讯息也恢复了，确实是绑匪勒索了江医生，赎金是50万。能追踪到绑匪的信息吗？挺奇怪的。怎么了？注册这2个手机号的人最近都去世了，而且这2个人都是江医生所在的3病区的病人，分别在这个月15号、19号病逝。因为刚死不久，所以手机号一直没来得及注销。他的家人怎么说？打电话问过了，最近都在忙着办丧事，没人在意手机丢失这种情况。能联系到绑匪吗？关机了。哎，对了，通讯公司信息表示，从昨天晚上开始，绑匪的手机号就没有再进行过任何操作。难不成发现江医生被抓了？我们查到的关于江医生的个人信息都是严格封锁的，绑匪怎么知道的？难道绑匪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情报系统？要真有那么厉害，干嘛不抓你这个富二代，大费周章就要50万的赎金？也对哦，我这么值钱。李队，我和林涛去交易地点看看吧。
好。这里就是绑匪约江岸交易的地点，他们只说了交易的地点，却没有说交易的时间。绑匪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一个人多眼杂的地方进行交易啊？人多好伪装呗。但这里的监控摄像头特别多，警力也丰富，万一江岸要是报警的话，他怎么全身而退？说的也是哦。但不是说绑匪还有进一步指示吗？也许这里不是最终的交易地点，绑匪是想约江岸在火车上进行交易。你忘了，现在买火车票都需要实名制。如果真的想在火车上进行交易的话，那一定会验票、验身份证。那绑匪不是自投罗网？那到底怎么回事啊？我看啊，我们还是先拷贝一份车站的监控视频吧。好。精神点，李队看着你。哎呀，这绑匪啊，一直关机，无法定位，他们难道不要钱了吗？可能是绑匪比我们更有耐心，心思也更缜密一些。根据江岸修复好的手机，我们可以得知，绑匪给了他1周的时间，期间联系的很少。绑匪的目的是什么呢？会不会是小清华出门遇到了绑匪跟小雷，然后小清华被灭口了？这钱都没拿到，灭什么口呀？我们在案发的江边发现了3组脚印，一个是小磊的，一个是小清华的。对。那然后呢？然后就是吴劲峰的呀，他不是去那里找他儿子吗？有什么问题吗？那绑匪的脚印呢？绑匪可是和小磊一直在一起的。这个绑匪的确挺狡猾的，我们至今都没有发现第4个人的脚印。有的时候啊，真相就在我们眼前，只不过是被我们的主观意识给蒙住了双眼。你的意思是，绑架了小磊的人是吴劲峰，杀害了小清华的人也是吴劲峰？他可是小清华亲生父亲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啊？这小清华的父母是受害者的亲人啊，所以我们才会忽略小清华父母作案的可能。如果真是他们2个做的，那这一切都说得通了。小清华的妈妈就是在医院里兼职当护工的，最容易接近病患的人，而且那2个丢失的手机都是医院里死去的病人的。林腾，打电话查一下。好，我知道了，谢谢。2个丢失手机的病人生前确实使用过同一个护工。小清华的妈妈，对，就是傅玉。这吴劲峰夫妇绑架了小磊，索要50万赎金，为了给他儿子治病。那他儿子怎么会死呢？这中间啊，肯定发生了什么意外。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恐怕只有嫌疑人能够跟我们解释了。咱们去找一下吴劲峰夫妇。我也去，我跟他们聊聊。有我在的话，吴劲峰夫妇情绪可能会稳定一些。好，行动。
磊，小磊，你不舒服吗？孩子怎么样了？你这拿你拿着干嘛呢？发烧了得吃药。吃什么药得吃药？听我跟你说，咱们现在不能心软了，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一不做二不休。你是还想对孩子下手吗？我不对他下手，我怎么办？啊？我必须得把他给做了。不行！你让我帮你保小柳的时候，你不是这样说的。拿到钱咱给孩子治病的。你怎么能杀人呢？我们不能杀人。我的儿子，我儿子已经没了。孩子的死是意外。意外。我儿子已经没了。安然，一会儿到了以后，你就先敲门，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放心吧。干什么？就当是我求求你，现在放了还来得及。来不及了，他认识的了，你现在把他放，咱俩一个也跑不了。干什么去？小青华，我亲儿子，他活的时候就想把他放了，把我往大牢里送。你现在跟他一样，也想把他放了，把我往大牢里头送。我为什么呀？啊，我为我自己吗？我不为你们，我为这个家吗？你们要干嘛呀？啊，你让我吃一辈子牢饭是吗？啊！安然，对不起。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对不起。人呢？在楼上。楼上。1队、2队，跟我走。3队那边，行动！在这儿。都别过来！都别过来！往后退！吴金峰，你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马上报了小磊。我告诉你们，电闸我已经合上了，这下面全是电网，你们再往前一步，我就跟他同归于尽。往后退！退！
退！小心！退！你已经无路可退了，马上投降。我儿子已经没了，这些年为了给我儿子治病，我欠了一屁股的债，我这个家早就家破人亡了，就是因为这个小东西，要不是因为救他，我也不会谋杀了我儿子。吴金峰，我告诉你，你有什么困难，你告诉我，我可以帮你。你现在要冷静。让我退！你再过来，我就掐死他！吴哥，你冷静点，千万别冲动，我求你了。退！全体警员，往后退！退！往后退！退！往后退！往后退！你们谁也别过来！关键点！前面！施以表解。妈妈，我差点忘了，你是被人害死的。你是谁？你给我出来！你别以为你躲着我就抓不到你，我对天发誓，我一定会亲手抓到你的！你给我出来！见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月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爱怎么会不见？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
己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曲直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公式，回忆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当地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结，我怎么能冷漠？残酷的真相在眨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假象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灵魂悼念？模糊了爱与恨。那残酷的真相在眨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有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假象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灵魂悼念？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秦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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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终于醒了。你为什么要杀人？你这个杀人凶手！你不能伤害我的亲人！你为什么要杀人？秦明，秦明！法
法律会制裁他。你怎么了？怎么了？你去哪儿啊？秦明，别管了，这交给我。秦明，去哪儿啊，秦明？也让我一个人走走吧。说吧，你们是怎么策划绑架小磊的？你们说怎么绑的就怎么绑的呗。这台手机是我们在江岸身上发现的，经过查证，手机的主人是医院里面刚刚过世的老年患者，因为东西不值钱，所以没有被引起注意。这说来也巧了吧，傅玉就在医院的重症病房做护理。有人有一天发现他慌慌张张地从病房里揣着东西走出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但你总得为你老婆的良心考虑一下吧。说吧，你们俩谁是主导？我是主谋，这事情都是我策划的。我看见小磊放学一个人在医院里头玩，我就让我媳妇偷了医院的乙醚，把他迷倒，然后给掳走了。那为什么要绑架江医生的孩子？他可是小清华的主治医师。正因为他是小清华的主治医师，所以才绑他的孩子。我们的这个诊室呢，每年都有一定的额度去贴补重症患者，也就是说呢，让患者的费用减免一部分，这事你知道吗？哦，您就是说小清华的医药费可以减免？哎，那是多少呢？我向院里争取了很久，院里最终决定减免的费用是2万。哦，2万呢？爸爸，哎，女儿，你说好陪我去买小礼服的，你怎么还不下班呀？我想买一条跟这个发卡搭配的小礼服，去参加钢琴比赛。啊，好，来坐。哎，爸爸一会儿就陪你去啊。他本来可以帮我们家小清华拿到最多的救助金的，他可以帮我们家帮得再彻底一点啊！2万块，2万块够干什么的？啊，他家庭这么幸福，事业这么好，他又这么有钱，他就不能再多点同情心吗？救救我们家小清华呀！啊！真是悲悯恩担密仇啊！江医生有几十号病人，如果每个病他都倾家荡产的救，他救得过来吗？你们绑架了他的孩子，他一边要找自己的孩子，一边还要每天熬夜给小清华研究治疗方案，这些你都知道吗？那小清华是怎么回事？我们把小磊绑回来之后，就放到破旧的船厂里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这样小清华给发现了。我爸爸妈妈都睡着了，一会儿你跟着我跑，不要出声。小清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爸爸妈妈
是为了救我才帮着你换钱的。你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不要让我爸爸妈妈抓去坐牢。你答应我，我就放你走。嗯，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因为小清华发现你们绑架了小雷，还想放走他，所以你们担心事情外露，就连自己的孩子也杀了，是不是？没有，我没有杀小清华，他是我的亲儿子，我怎么会杀我自己的儿子呢？这都是个意外，真的，这完全是个意外，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他们俩在前面跑，我就在后边追。谁也没想到2个人都掉到水里了，我就拿杆子去捞啊！小清华，坚持住啊！抓这杆，抓这杆！我捞上来了，是小磊的手。我当时我就非常的生气，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感觉我浑身的血我都往脑袋上涌。小清华，你还帮着外人！我说错了，给你点教训，我让你长长记性。没想救我儿子的时候，完了，被人彻底沉下去了。儿子，你别吓唬我！儿子，儿子，儿子，儿子！一步错，步步错。那小清华已经死了，你们为什么还要联系江医生？为什么还要他把钱送到车站？你们来检查尸体的时候，你们说怀疑是谋杀，我怕你们沿着这条线查下去会查到我们，我就把江医生骗到了火车站。我觉得这样你们就会认为他有问题，你们很有可能就会把小清华的死和小磊的绑架案联系起来。联系起来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们一旦把两者联系起来，就会认为小清华是被绑架小磊的绑匪杀的，我们是小清华的亲生父母，我们不会绑架自己的孩子，这样我们就会在第一时间洗脱嫌疑。接下来，只要我们不跟他进行交易，那么绑匪就不会出现，这个案子就没法往下查下去了，不了了之，这样我们才是最安全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傅玉知道小清华的死的真相吗？怎么敢告诉他呢？孩子是我亲手害死的。我现在特别的后悔。吴敬峰都交代了，小清华的伤是他造成的，连自己儿子，你对你儿子的死完全不知情吗？他真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就是想教训一下儿子，没想到就再也没少来。我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后悔。是我鬼迷心窍了，儿子的家子。吴清华，是妈妈对不起你了，是爸爸妈妈害死你的。老子说，妈！
李队，我们在吴劲峰的船长上找到了一根带血的竹竿，平常是用来搅动水面，也在电鱼的时候驱动鱼群用的。在这根竹竿上，我们发现了小清华的血迹，还有吴劲峰完整清晰的指纹，证据确凿。吴劲峰和傅玉已经交代了，唉，就应该早点想到的。你也别自责了，谁能想到是亲生父母干的呀？害死了自己的孩子，还差点害死别人的孩子。幸好小磊没事儿，就是情绪有点创伤后的应激反应。他妈妈已经在回国的路上了。你说这江医生为了女儿连命都不要，就是太偏激了。爸爸。嗯。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在你身边的。二位来啦！哎，老张，怎么做？哭啦？我想起来了，我在这里生活过，这里曾经是我和妈妈的家。难怪秦警官要跟我买这儿的房子呢。没事儿的，无论那段记忆是开心的还是难过的，那都只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而已。老板买单。哎，来了，我忙去了。好。我妈妈是被人谋杀的，其实是我害死了我妈。这么闲吗？今天刑警队没别的事儿了吗？我来看看齐明和十一表姐到了没有。他俩都请假了。齐明自从落水之后，表现得怪怪的。落个水就怂成这样，这想当年啊，林警官的丰功伟绩，我可是了解过。那了解的怎么样了？年轻有为吧。过奖了。欢欢，干我们这一行的，是很难相信有奇迹的。但是今天，奇迹发生了。仙人掌开花啦！我的天哪！我想这就是天意了。别碰天意！
林涛，这又是你说的天意是不是？啊？我们俩还没在一起，你就骗我，你就这么就骗我，气死你！我告诉你，我怎么开好？师傅，彪哥，他没正事儿，你也没正事儿啊？回去好好工作。是。哎，师傅，这个档案是安然让我给你的，安然让你务必查一下，死者的名字叫郝之云。这个案子当年我参与过尸检，但是有一个疑问，一直没有解开。太矫情了，还是得来点实际行动。你在干嘛？找吃的啊，看不出来吗？那你吃剩菜干嘛呀？那你举着棍子干什么呀？你不是一个喜欢吃剩菜的人，我就给你煮面吧。清明，我有话想跟你说。你是想和我说要我坚强一点，要扛过去，要打起精神之类的话，对吧？你是担心我会垮掉，会一蹶不振，是吧？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摧毁性的打击，所以我很担心你。都这么多年了，我因为我母亲的事情，整整浪费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我不会再花时间去悲伤难过，哪怕是一顿饭的时间。总之呢，谢谢你。谢我干嘛？我们面还没煮好呢。我是谢谢你陪在我身边，关心我。你也陪在我身边啊，看吧，其实承认一个人的存在感没有那么难，对不对？我承认的只是你的存在感，和其他所有人都不同。那我先去睡了。啊，晚安。清明，面煮好了，我一会儿给你送过去。然后多吃点热的东西，吃凉的对身体总归是不好的。我还以为他要跟我说人工呼吸的事儿呢，我到底在想什么呀？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还有话想跟你说。谢谢你今天的急救措施，也就是 CPR，就是刚刚你说的人工呼吸。还有，谢谢你的面。
嗯。好之云案有目击证人，所以秦明是判断是电击杀手干的。可秦明怎么知道好之云案的？先申请基案调查吧。恐怕我们还需要更有力的证据，才能申请重新调查。主任不是给你放天假吗？你怎么来了？郝之云案的资料。是。我来吧。郝之云案极有可能是谋杀，缺失的皮肤组织极有可能是电击所属的位置。这种杀人方式拥有极强的伪装性。死者牙齿呈现玫瑰齿，口鼻处有蕈状泡沫，像极了窒息或者机械性窒息死亡的特征。所以一开始才会怀疑他是自杀，溺水后窒息而死。怎么推断都可以，但人证和物证呢？当天夜里，郝之云是为了解救他那个不懂事的儿子，才会遇害。而我，就是人证。我妈妈因为重度抑郁，有段时间都躲在家里。没良心的东西！妈，你没事吧？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那个补习班的刘大眼，他让我去他家住4、5天呢。是这样吗？啊？怎么了？你看这是什么？谁让你乱翻我东西的？明明，妈妈这么爱你，你为什么要瞒着妈妈呀？啊！我就是怕你那么想才瞒着你的。其实我跟同学上半年就约好了，要一起去坐游轮。我是班长，我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都必须得去。明明，明明，你现在开始不管妈妈同意不同意了，是不是？你可真是你爸爸的好儿子，10年了，他根本就不管你，结果你还是跟他一模一样。妈妈辛辛苦苦这么多年，还是养了你个白眼狼。你说什么呢？你记不记得，
你6岁的时候，你爸爸就为了自己痛快背包就走了，到现在就跟死了一样，音信都没有。你现在也想跟你爸一样，为了自己的痛快离开家、离开妈妈，是不是？你完全都不管妈妈的感受，你就想离开妈妈，是不是啊？走！你干什么？走！我跟同学们都说好了的。妈不让你走，你不能离开，你不能。你有病吗？你是不是疯了？明明，对不起，儿子。妈妈不该迁怒你，可是妈妈控制不住啊。该走的是妈妈，不是你。妈妈走。妈妈走。妈。你快下来！明明，妈，明明，妈，小心啊！我因为头部受伤，再加上亲眼目睹了母亲的死亡，在这种双重刺激下，我患上了选择性失忆症。关于母亲的一切，我都想不起来了。直到你救吴静峰而落水，后面接触到了电网，出现了肌肉记忆，连带着你的记忆都恢复了，对吗？我会向陈主任禀报情况，会按正常的报案程序走。我就算拼尽全力，也会帮你找到凶手。那你提过的那个删除键跟你母亲的案子有关吗？这个是之前在郝志云手上找到的，当初没有作为物证，是我们判断，这有可能是你妈妈在溺水时抓握的河内垃圾。这种本能的求生反应是溺死者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所以当初我们也没有当做遗物交换。删除键，我认为是一种签名行为，表示这个人是我杀的。这不是激情犯罪，而是有预谋、有准确的目标的。这个 delete 对凶手应该有特殊的含义。但如果当初认为是垃圾，彪哥为什么要保留到现在啊？难道对于彪哥来说，这个键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当时大家都认为这个物证和案件没有什么关系，但并不表明
我没有怀疑过。溺水者往往会抓住手中的一切。当年的键盘上有104个键位，而最终我们在死者手上找到的却只有1个，而且偏偏是删除键。我认为，删除和杀掉这2个词没有什么不同。我有想过，假设这不是一起自杀案，那这个就是凶手留下的签名行为。我个人认为，有保留这个物证的必要性。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不是吗？这也就是我常说的，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看来凶手的作案手法和这个删除键，才是破案的关键。我会把我母亲的相关情况做个汇总。行，需要帮忙尽管说，于公于私我也帮你到底。只有于公，没有于私。林涛，东街突发一起暴力案件，跟我走。是。准备一下，开始工作吧。我认为秦明不要参加了吧。我担心他因为他妈妈的案子会耽误他的工作状态，所以你还是再休息1天。师傅，你这样是不是没考虑过秦明的感受啊？彪哥没有别的意思。我知道。放心吧，我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影响工作的。不管死者是谁，我都会替他们讨回公道。生而平等，死了之后也是平等的。我不会受到影响，也不会影响其他人的。你先休息吧。彪哥，哎，刚刚秦明有说的不对的地方，我替他向你道歉。不用道歉。秦明呢，破案心切，基于他想证明自己不但能把事情做好，而且比以前做得更好。不过话说回来，他确实很出色。只有这些吗？他对我有敌意，我能理解。当初我参与他妈妈案子的尸检，由于当年的技术和设备不发达，白白让凶手逍遥了这么多年，我一直耿耿于怀。他不是不明事理的人，不会追着过去不放的。但愿吧。彪哥，你有没有想过，可能真正介意的人不是秦明，而是你呢？我介意什么？你虽然嘴上不说，但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我说的不是刚刚那个会议啊，我说的是秦明母亲当年那个案子。你作为当时参与的法医，你发现了疑点，但没有查下去。现在反倒是秦明提出了有异常，你有遗憾，你非常迫切的想要解开自己的心结，所以你会介意。安然，你想多了，有这精力多放在案件的刑破上吧。我知道你上上下下最近找了不少关系，你还找了同类型的案件。是，但进展不大。可以共享给我们吗？我不是说过，在汇总之后再说吗？现在还不是时候。现在怎么不是时候啊？彪哥，你真的不能想着凭自己的一己之力去解决2个案子。我们是一个团队。还不是时候。
牵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明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风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结，爱怎么会无解？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灵魂悼念？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 doing fine. And the cruel truth,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or you to move on, gotta leave me here behind with these memories, reveries, golden like a treasury. Wish that we could blow a time out like a referee, but we can't. I know we had a plan,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forever, but in the end, but in the end.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曲直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共识，回忆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当地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结，我怎么能冷漠？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灵魂悼念？
这饮料瓶到处扔，这帮孩子。哎呀，哎呀！秦明，谢谢。哎喂，你就别动了，万一再扯着伤口怎么办？没关系，这都多久了，我都好了。哎，你们俩在干嘛？彪哥只是住院了。你们这一杯咖啡、一束鲜花放在人家工位上，不吉利吧？这个是我妈托人求来的。你们法医部最近不是出的事比较多吗？可以托个好彩头。这算封建迷信吗？不算不算，这是林涛的一番心意嘛，代表着吉祥的祝福吧，收下吧。谢谢。谢了。喂，都看手机了吗？又过来了。彪哥这事上新闻了，也不知道是谁，嘴没个把门的走漏了风声。你说这案子还没破呢，这事儿传出去，引起社会恐慌就坏了。我刚刚接到电。林涛，哎，最近经常来法医部门啊？想调到法医部吗？写申请，我批复。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啊，林涛都不适合当法医。不过如果你真的想来的话，可以给环环当助理啊。还笑？老赵，这脸皮越来越厚了。彪哥的位子怎么轮也轮不到你来做，你就别动这个脑子了。安然，医学院发现一具尸体，领导要求，如果是刑事案件，立即侦破，要避免学生们的惊恐情绪和不好的影响。明白，我们准备一下出发。好。我跟你们说啊，这片区域有闹鬼的传说，一般人还真不敢随便处理。这种地方只会激起人的两种本能反应，一种呢是恐惧，另外一种呢就是杀戮欲。哎，那你说是哪种？我觉得吧，应该是恐惧。废话，当然是恐惧了。正常人哪有那么多杀戮欲望？行了，赶紧工作。聊完了，那边。凌晨7点左右的时候，接到了学校校工的报案，报案人50岁左右。他说，在他凌晨6点半清理后山垃圾的时候，发现了这具白骨化尸体。学校的监控都看了，没有问题。我听说医学院的后陵有闹鬼的传说，平时没人敢进啊。我们法医室也有很多这样的传闻，我们不也照样工作吗？这里既然是医学院的话，那么这具尸体有没有可能是丢失的标本，或者是解剖对象什么之类的？也就是说，这根本就不是一起命案啊！首先，任何一个正规的医学院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其次，就算出现了，学校也会先排查报案。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命案现场。这想法虽然天马行空，不过还挺有趣的。但是你确定你不是来搞笑的？那你确实挺可爱。欢欢，开始工作。尸检这块就交给你们了，我再去监控室走一趟。死者呈俯卧状，头侧向右侧，左脸朝地，头颅已经完全白骨化。尸骨的上身穿着一件黑色的内衣，下身没有穿任何衣物。死者的左侧有一条黑色的内衣。死者的口中含着一团暗黄色的卫生纸。他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捆绑的物件是一根麻绳。除了腿部的少量肌肉和内脏风干皱缩以外，其他软组织就已经腐败殆尽，应该时间不短了。书上说尸体完全白骨化需要3个月的时间，不会那么长时间的。现在是1年中最潮湿闷热的季节，所有的潮湿热量都会聚集在尸体上。这里又是野外，昆虫很多。按照这个白骨化程度，大约估计有1万月左右。是那个电击连环凶手，是他干的。继续。等等，凶手用这3根竹签从死者的会阴处直接刺向了盆腔。足够深，应该是从子宫直接刺破，穿到腹腔，这应该是凶器。真是混蛋！竹签的前端应该是血迹，我们把竹签周围的东西都带回去查一查，万一能发现指纹。死者下手位置的泥土颜色加深，是血迹无疑了。什么人呢，会做出这么变态的事情？豆蔻年华，真希望死者不是这里的学生。不管是谁，在遇害前都不应该遭受这么变态的折磨。只是现在刚开学，又是雨季，现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我们想找到有力的线索更难。齐明，你在想什么呢？表情那么严肃。签名是他的，应该是他，但好像又不是他。那到底是不是啊？结束了。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廖哥醒了，能做笔录了。还真是个好消息。死者的舌骨没有骨折，但舌骨大角的活动度明显增加，这说明死者颈部遭受过暴力，但这并不是致命伤，倒有可能是导致昏厥的原因。现在的问题是，死者身边的地面并没有挣扎过的痕迹，从耻骨联合面的形态可以看出，联合面平坦致密。沟起已经基本消失，背侧缘刚刚形成，腹侧缘和斜面侧缘已经初具形态，这就说明死者的年龄应该在30岁左右。从牙齿的磨损程度来看，应该也是差不多的年龄。现在已经基本可以确定，死者并不是在校女生，至少她不会是一个20出头的女孩。哎，学校的监控留档会保存多久啊？3个月。我需要所有监控记录啊，没问题。不过后龄的监控啊，放假前就坏了，我跟领导说了，但是领导放假了。那最近3个月到访记录总有吧？有，都准备好了。好，谢谢。可以收队了。辛苦了。辛苦了。哎，好，那我们去那边看看。行。哎，等等。干嘛？你看你，
哭，树叶都落头上了。我顾不了那么多了，这不彪哥不在吗？我怕有什么疏漏，只能以经补拙。怎么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总让我感觉不舒服。哦，他是学校的保安，帮了我们不少忙呢。有没有什么新发现？唉，白忙活一场。几点了？是不是该去看彪哥了？走吧。我们刚刚得到消息，在龙帆中学发现的女尸首里面也有这个删除键，我们就怀疑嫌疑人跟袭击你的人是同一个人。彪哥，目前只有你近距离接触过嫌疑人，换句话说，你是唯一从他手里捡回一条命的人，所以你的证言至关重要。我没有看清嫌疑人的脸和特征，但从袭击的速度和力量上看，应该是个年富力强的男性，身高在1.8米左右，但是体重没办法判断。嫌疑人目标明确，他攻击我，并不是想要我的命，电击才是他想要的手段，这是属于他的意识。那你觉得凶手为什么要把你当成目标？ delete 删除，大概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儿，让凶手认为需要纠错和抹掉，才会有这样的签名吧。不管怎么样，他袭击你，就是跟警方宣战，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姑息。对，彪哥你放心，我们一定将凶手绳之以法，为你报仇。哎，你说这话。 听起来好像没什么毛病，但是怎么感觉哪儿都不对呀？绳之以法，为你报仇。我是不是还活得好好的？你瞎说什么呢？行了行了，都忙去吧啊！你好好休息。好。那师傅，我们先走啦。走了，彪哥。哎，再见。 张彪，我告诉你，这是我第2次看你受这么重的伤，躺在病床上，我不希望再看到第3次。明白。这次受伤，旧伤有没有复发？没有，挺好的。好。玉香，我有话想跟你说。 你说，离婚那天，在民政局门口，你转身就走了。其实我一直都没走，我在等着你回头。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等着你追上来？我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对，死要面子活受罪。好好养伤。遵命。辛苦了，赵老师。
您二位才辛苦啦，一整天都陪着我们统计在校人数，水都没喝上一口。应该做的。咱们学校没有失踪的在校生，这就是个好消息。总之，以后大家多注意吧。保安处已经下了死命令，24小时值班巡逻。行，那有事跟我联系。好的，您二位慢走啊。你慢走。走。关老师啊，你也辛苦了，早点去休息吧。主任辛苦，那我先走了啊。哎，拜拜。各位，这2个案子必须马上侦破。就现在掌握的线索而言，我建议啊，并案处理。还好彪哥伤得不重，我们要从他那里找突破口。先并案处理吧，等有了新的方向再讨论。法医这边情况怎么样？女性死者，结合现场和尸检的结果，我们判断性侵犯损伤导致的大失血是这位校园女死者的致命原因。死者年龄为30岁左右，尸骨腐烂程度显示，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在5周前。30岁，那她不是在校生了。老赵呢，核实了全校的女性师生，经查证，全校只有7名女生在外实习，这7名女生已经打过电话了，剩下的全数在校。学校的监控出了问题，再加上最近是放假期间无人修理，所以我们在监控和出入校园的来往记录上，没有更多的新发现。如果要是社会人士的话，那搜寻范围就更大了。安然，继续。凶手在对死者行凶之前，曾扼其颈部，致其昏迷。这也就使得死者失去了求救能力，便于凶手将受害人拖入林中加以施暴。我们提取了死者的牙齿进行 DNA 检验，并入库对比，明天出结果。好，现在看来，受害者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遭受的非人虐待。希望我们能尽快抓到凶手。唉，死者只给我们留下一堆白骨，很多工作都无法展开。要是彪哥在就好。我相信彪哥就是一时钻牛角尖，他不是故意要隐瞒他的调查，又或许他是对你和你母亲有愧疚，想要弥补一些什么吧。我们法医的工作呀，就是从结果推理出过程，动机呢，不应该让我们来想。你这是在抱怨？抱怨是一种无效情绪。各位法医老大，请你们快点吧！今晚好不容易说服老张给咱们加顿宵夜，再这么磨磨唧唧的，人家不接待了。顺便说一句，今晚我请客。这话说的才像个富二代呢。谢谢环环。哎，明明是我请客，干嘛不谢我啊？这还不简单？你问我们去不去吃饭，但是环环并没有回答你，这说明你之前应该就问过他了，或者说是你特意邀请的他，而他有个附属条件，那就是要把我们带上一起，所以我们当然要谢谢环环了。你看，真相了吧？就你话多，赶紧的。好了，你们先过去吧，我收拾一下东西，马上过去。
送给你。哇，好可爱的钥匙扣啊！不过你干嘛送钥匙扣啊？这个是报警器吧？嗯。报警器？你不会里面安 GPS 了吧？我怎么会这么变态呢？是他自带的。哎呀，最近杀人犯多嘛，万一你遇到危险，我也不在怎么办？他刚好替我保护你嘛。那我就收下。来喽！谢谢老板。你别客气，还有呢啊。好嘞。哎呦，谢谢老张啊，辛苦你了，这么晚还给我们加班。哎呀，哪儿的话呀！你们保一方平安也很辛苦，我就是尽一份心，体现一下咱们警民鱼水情。哎，这张老板可是越来越会说话了啊！那当然了，林公子都给了15%的服务费了，我再不说两句好听的，那也太不懂事儿了吧！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呀！哎，没见着秦警官，他是不是加班呢？他说他在收拾，一会儿就过来。这也该到了吧？哎呀，非探视时间，打扰病人休息，你就不能顾及一下别人的感受啊？校园女尸案有没有兴趣看一下？还是梅姐，这小子干嘛去了？不用打了，彪哥给我发微信了，秦明在他那儿呢。我知道了，是不是这小子发现什么新线索，要找彪哥单独谈？可他为什么要单独找彪哥？也许是知道了凶手的线索呗，毕竟彪哥是唯一一个从凶手手上活下来的人呀。那更要告诉我们了。不行不行，我得赶紧吃，不能让这小子吃独食，真的是。吃你的面吧，话那么多，人家要单独见面肯定是有理由的。这有点个人英雄主义了吧？也太不够意思。哎，你这有点上纲上线了啊！这么的热闹，聊什么呢？有没有我这个小老百姓能听的呀？各位，黑森林公众号已经写了，说有一个警员遇袭，好像和几起连环杀人案有关系。这位遇袭的警察，不会是咱们队上的吧？不好意思，老板，我们有规矩的，不能乱说。老张啊，这个呢就是个无良公众号，他为了博人眼球啊，发了不少的标题党文章，您可不要轻信啊。我知道，现在啊，婚丧嫁娶丝符合这5字真言就能上热搜，那些个公众号啊，我都不信，满目荒唐言呐，那是满嘴无实话。不过受伤的如果是彪哥，那未必是个坏事儿。他跟李队的事儿没准能缓和了。什么意思啊？就在我店里啊，那天店里人不多，李队的声音特别洪亮，我无意听到的。他们好像在商量分手还是离婚的事儿啊？什么？你们不知道啊？呀，我是不是说错话了？我赶紧走。确实有一点不容忽视。电击杀手的作案手法虽然独特诡异，我母亲的案子并没有出现性犯罪的行为，可这起白骨案很显然，凶手具有强奸和性虐待的行为。之前的2起案子并没展示出性犯罪特征，但并不意味着电击杀手没有性虐倾向，是个疑点，但不足以表明杀手是同一个人。也有可能是模仿作案，所以我需要更多类比。相信你之前也做了不少功课，我需要你帮我判断一下。标字的全拼后面3个7，电脑的密码，在E盘里有个隐藏文件，文件名是 X， 里面有我搜集的所有资料。谢了。
不客气。我还需要你帮我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个案子里会出现性虐待的行为？对于电击杀手来说，杀人过程没有偏差，没有犹豫，干脆直接，冷血果断。性虐待这件事情，完全不像是他的风格。电击和性虐的确不符合逻辑，也不是他会做的事儿。所以，死者遇到了2个变态杀手，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依你看，凶手的作案目标有什么样的共性？这个我还没有想清楚。好，那你好好休息吧，谢谢你的配合。秦明，你说话的态度和语气让人不舒服。是我申请调一段监控录像，秦明住院期间的监控。这怎么回事啊？我九表姨居然跟彪哥离过婚！哎，先不说离婚这个事儿，他们什么时候结婚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就是，我跟彪哥那么久，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不科学呀！是啊，有什么科不科学的？人家结婚离婚还要跟你们汇报啊？太八卦了。我们这哪是八卦呀？一个是关心自己的九表姨，一个是关心自己的师傅，有什么问题吗？又不是打听小道消息。我看你们俩怎么就那么像打听小报消息呢？秦明，来得正好，快坐，快坐，快坐。跟彪哥聊怎么样？他帮了大忙。哎，有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或者说有没有聊别的事儿，和我家九表姨之前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吧？我跟你说，喂，要我们在一块儿呢，要一块儿过来吗？那你等我一下，接个电话。秦明，你说人会变吗？会啊，但改变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每个改变都会有动因，只要动因足够强大，就会促使人们改变。我觉得你说的对啊，一个人要改变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你会变吗？比如你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无时无刻在证明你是一个好法医，一个选择正义的好警察，永远不会伤害别人。这些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对不对？黑与白，永远都是对立的。做出了选择，我就会坚持下去。我相信你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改变了，可能是你并不了解我，新的发现让你误以为是我做出了改变。回家吧。秦明，安然，早。早啊。
运气真的是一件很玄的事情。大海里真的捞到针了。平时在 DNA 库里找匹配的人入海底捞针，这次啊，真给我捞着了。死者的身份确定了，是一个叫雪子的女性。雪子，不就是我们昨天晚上讨论过的黑森林公众号的创始人吗？所以你说这事儿悬不悬？受害人雪子，原名黄鑫，30岁，是公众号黑森林的创始人兼主编。10年前呢，是一位特别知名的情感作家，因为在网络上热议张养欣事件，成为了网红。后来得到投资人的青睐，便成立了公众号黑森林。黑森林创刊至今，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往往会出现10万加阅读量的爆款文章。在这里呢，我个人总结了3点特征：耸人听闻的标题，主观猜测的内容，再加上撒狗血的3观。可能喜欢雪子的人和不喜欢雪子的人一样多。林涛，你呀，回头再去一下黑森林公司，再调查一下。还有安然，雪子的姐姐大约在半个小时以后到。我建议啊，不要让她姐姐看到雪子的事故。明白。但是我在想，如果网民知道医学院后林闹鬼的一具白骨是黑森林公众号的创始人雪子，那又会引起一波网络热议，这对我们警察破案可不是一件好事儿。各位，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说。我认为凶手可能另有其人，而且还兼具了目击证人，见到了这个所谓的电击杀手。不管他是1个人还是2个人，不管这个案件有多么复杂，我们首先要沿着死者的身份来进行调查。可是，如果这另外一个凶手有性虐的手段，那说明他很有可能会再次犯案，因为这是这类凶手的共性。都听到了吧？抓紧时间找到这个凶手。牵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月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爱怎么会无解？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力？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re doing fine. And the cruel truth,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or you to move on, gotta leave me here behind with these memories, memories, golden like a treasury. Wish that we could blow a timeline like a referee, but we can't. I know we had a plan,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forever, but in the end. But in the end,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举止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共识，回忆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当地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我